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没想到莲子搭配苹果，作用竟然这么厉害。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看过，更没有吃过。今天就用简单的食材，做出不简单的作用。这也是隔壁村90岁的老奶奶，经常有苹果和莲子这样吃，精神抖擞，身体倍棒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，要选择表皮带条纹的，上面有斑点的，那样的苹果更好吃。皮薄肉脆，汁水丰富，口感清甜，清脆又爽口，吃到嘴里不会有绵软的感觉。莲子我们可以选择去脸心的莲子，脸心会发苦，比较影响口感。如果是能够吃下去的，不用去脸心也是可以的。把准备好的莲子放入碗中，再加入一小把百合，往里边加入一勺面粉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然后下手把莲子和百合抓洗干净。别看它们表面干干净净的，其实多多少少会沾染到一些灰尘和杂质。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，可以有效地把上面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干净。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边的水明显比之前浑浊多了，看上去也比较脏。接着把脏水倒掉，再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多淘洗2遍，洗去上面的面粉以及残留的灰尘和杂质，直到把水洗得清澈为止。像这样清洗过后的百合和莲子，大家就可以很放心的去食用了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把脏水倒掉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放在一旁浸泡着备用。接着准备几个红枣、3克枸杞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、1勺面粉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下手把食盐和面粉搅拌化开，让它们融入到水中，再把红枣和枸杞抓洗干净。大家都知道，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可以有效地把红枣和枸杞褶皱里边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干净，而食盐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，用它们2者来清洗，能够洗得更加干净。抓洗大约1分钟之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水明显比之前脏多了，看上去比较浑浊。再把脏水倒掉，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它多淘洗2遍，洗去上面的面粉和食盐，还有残留的灰尘和杂质，直到水洗得清澈为止。像这样清洗过后的红枣和枸杞就非常的干净了，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食用了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，把红枣和枸杞分开来装，再用剪刀把红枣肉剪下来。红枣营养丰富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一日3枣，长生不老，可想而知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。特别是女性朋友，适当的多吃上一些红枣，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。平时可以用来当做小零食，或者是煲汤煮粥的时候放一些，不仅增加营养，也可以提高菜品的颜色。剪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再准备一个苹果，加入适量的清水把苹果打湿，再加入1勺食用盐，下手把苹果冲洗干净。大家都知道食盐具有颗粒性，它的摩擦能力也是非常强的，而且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很多商家为了能更好的售卖，都会在上面打上一层果蜡，这层果蜡吃了对身体非常不好，而用食盐来清洗，可以将它洗得更加干净。给它多搓一会之后，再用清水将它冲洗一下，洗掉上面的盐分和脏东西。像这样洗过的苹果不用削皮，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连皮一起吃了。
洗干净之后，将苹果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份。再把苹果中间的瓤去除，它不仅影响口感，而且还带有点微毒，所以要将它去除干净。然后再把苹果切成薄片，可以切得厚一些，要不然一下子就煮烂了，吃着口感不好。苹果营养丰富，水分充足，秋冬季节天气比较干燥，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水果，来给人体补充水分。切好之后，先装入碗中。现在把莲子和百合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，要不然会影响口感和营养。这里没有电锅的话，也可以用砂锅，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。用勺子将它们搅拌均匀之后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先煮上15分钟的时间。时间到之后，再把苹果和红枣加进去，然后给它煮上10分钟的时间，把苹果煮软，煮出苹果和红枣的营养成分，这样效果和作用才会更加的好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出锅之前再加入一点冰糖，不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不放。再把枸杞加进来，继续煮上1分钟左右，把冰糖煮着融化。在这里大家要记住，枸杞一定要最后放，要不然会破坏它的营养。1分钟之后，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喝的苹果百合莲子水就这样做好了，将它盛出来装入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煮过之后的苹果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光看着就非常好喝。这样做的汤水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里边有苹果、莲子、百合，它的口感喝起来是甜甜的，非常的美味，就像喝饮料一样好喝。做法简单，食材家家户户都有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